我成为世界上唯一的 Omega。为解决发情期，我找上7张自私的校霸。他说我有精神病，让我滚。改为求助清高孤傲的学霸，我依着泪，你咬我一口吧。学霸帮我做临时标记的时候，被撞门的校霸撞见，他当场红了眼，目光垂涎粘在我身上。学霸嘴角勾笑，幸好弟弟你眼瞎，我才能有你嫂子。台上老师滔滔不绝讲着高数课，我却一句话也听不懂。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，因为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我是 ABO 世界里的稀有 Omega。 意外来到这儿2个多月，成为这世界里唯一的 Omega。 后颈处的腺体隐隐发烫，脸庞泛着粉红，我知道发情期快要到来了，太需要有个人能帮我解决发情期，所以我主动骚扰上学霸沈延青。我钻进桌下，给清冷矜持的学霸发消息。下课后我在洗手间等你，还附带上昨晚拍的几张露骨照片，绯色染上锁骨，晃得人心神荡漾。不信他不上钩。我瞥了眼第一排坐姿端正的学霸沈延青，他始终保持听课状态。我耸着身，抱着双臂趴在桌上，强迫自己休息。初次经历发情期的折磨，我连抑制剂都没有，每天晚上辗转难眠。我蒙头睡觉，当然没注意到沈延青手臂抱起青筋，手指摩拳着照片，点击保留到加密相册。下课铃声一响，我脱了外套，转身去了厕所。咔嗒一声，厕所门被锁上，这是楼层里很偏僻的一间，平常很少人使用。沈延青用毫无波澜的眼神看着我，像是看个滑稽的小丑。我弓着身子，嚼着泪，如煮熟的虾米，手试探着朝他伸去。沈延青，你咬我一口吧。他才缓慢挪动脚步，靠近我，2个手指并着按压我的后颈。肿胀的腺体让我直抽气。像以前一样就好。我推开他的手，头靠在他的肩膀处，让他能清晰的咬对位置。沈延青丹凤眼舒塔微眯，像是品尝新鲜出炉的甜美蛋糕。疼痛迅速传上神经，薄荷味信息素直冲我的鼻腔，连升高的体温因为凉意而恢复。本想推开沈延青，他却揽住我的腰，抱在怀里，每寸气息都被他占据。烹小情侣恩爱换个地方，老子要上厕所。校霸周碧阳叼着根烟，吞云吐雾。他抬头，漆黑的眼眸直视沈延青，他语气调侃：沈延青护着小对象呢。我缩在沈延青怀里，探出个脑袋，望了眼周碧阳，被他凶恶的眼神吓得哆嗦。他认出了我。起初我先找上校霸周碧阳，结果他却说我有精神病，还威胁关我进精神病院。我再也不敢靠近他，所以重新选了个。沈延青护着我，你吓到他了。声音冷静如潭水。周碧阳碾灭烟头，提了裤子转身离开。厕所门被弄得很响，看样子是没办法继续了。我整理好衣服，手腕却被沈延青攥紧。周末去我家。我算了下时间，那天刚好是发情期的时间。我微微颔首。走进教室后，就有一股视线粘在我身上，凝视着我，如饿狼般垂涎的目光让我瑟缩。我偏过头，戴上卫衣帽子，准备接着睡。那股视线更加肆无忌惮，似乎要把我烧穿个洞。我睁眼探过去，与周碧阳四目相对。手机接连发来消息，我不上套就引诱我哥。上课打扮这么好看，还要吸引谁？擦边照片除了发给我，是不是又给了沈延青？你就这么不知廉耻吗？很好，你成功了。来试试我比他会亲，还有2、3张腹肌照片。我果断拉黑删除，呸，才不吃回头草。原来沈延青和周碧阳是兄弟俩呀，怪不得长相有些相似，还有我感知到的 alpha 气息，除了周碧阳还有沈延青。揉了下鼻尖，有点尴尬。到周末时，临时标记干的快闻不出来。我随意套了身休闲服，身体疲惫又乏力。沈延青一见我，抵着我的额头，你发烧了？我不以为意，发情期正常情况。别说这么多，我想抱抱你，扑了他满怀。
寡淡的薄荷香施舍般散出一二，不够，还不够，要更多一些。我牙齿磨着他的胸膛，泪水沾湿睫毛，将颤未颤。你后颈还没恢复好，沈延青点到为止，不愿意给我更多的，哪怕我哭着求要。我声音颤抖，厚着脸皮求，我不在乎这些，给我吧。周碧阳提着购物袋，挑眉嘲讽，哟，沈延青，你不行啊。瞧瞧小嫂嫂多可怜，哭着都动摇不了某人的冰冷的心。他顺手开了下我的眼泪，捏了捏我的脸颊，就被沈延青踹了一脚，滚！沈延青抱着我进了卧室，拉开床头柜的抽屉，满满当当。他刚要伸手拿，又响起敲门声。周碧阳，你茶几上电话响了。沈延青停止动作，温声告诉我，让我等他。卧室门被锁上，燥热席卷着我，拿了件沈延青的外套，埋在他外套里，感受他的气味。这还不够，热潮凶猛又激烈，我在偌大的床单上翻滚，手臂咬出血痕，衣衫半退，沈延青还是没有回来。我赤着脚想去询问，门开的那一刻，人脸却是周碧阳。我烦躁不安，沈延青呢？周碧阳舔了舔唇角，他让我对你说，他导师找他补实验，晚上回不来，让你先回学校。手机里沈延青道歉的消息随之而来，看来不是周碧阳捏造的谎言。我泄气，知道了，你让开。我要走了。周碧阳堵在门口，斜倚门框，嫂嫂，沈延青不行，试试我呗。他自荐似的推销自己。是我太蠢，让我哥有了上位的机会。他平常忙得不着家，我就不一样，我可以全天陪在你身边。他不懂得体贴温柔，我能做到细致入微。不过石宇你也别生气，你转过来，我替他亲亲你。浓郁的烈酒味灌入我咽喉，与沈延青的截然相反，一冷一热，宛如冰火两重天。激进又猛烈的信息素试图冲刷我身上沈延青的信息素残留，腺体处酸痛叫嚣着信息素的灌入。醉酒让我站不住脚，他顺势扶住我。石宇，我哥可以，我也可以。我推开周碧阳的约束，不必，我不吃回头草。周碧阳脸色难看，搂我搂得更紧，牙关紧咬。我就爱吃回头草，这一口我推操不开，一阵头晕目眩的感觉，跌倒在周碧阳怀里，晕了过去。周碧阳慌了神，手接触到我的皮肤滚烫，细细闻来还有股淡淡的橙香味。他赶紧抱着人送去医院。高烧38.5摄氏度，还有感冒流涕等系列症状。医生把周碧阳臭骂一顿，怪他没早点送来。周碧阳作为金贵公子哥，却老老实实在一旁挨训，还认真记下照顾病人的注意事项。我晕着脑袋醒过来的时候，只看见头顶上的吊瓶。周碧阳坐在我旁边，温声和气，吃点水果。我撇过头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周碧阳不乐意，插着签子的苹果塞到我嘴里，是我发现你发烧晕过去，把你送进医院。你不敢谢我，还敢嫌弃我。他似乎发现某种乐趣，强迫我吃水果，一个接一个，不停歇。我只是周碧阳，我和沈延青不全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严格意义上说，我和沈延青只能是相互利用，不掺情感。什么关系？沈延青脚步声从身后传来，低沉的音调更显冷肃。他遮过周碧阳拿水果的手，周碧阳手别伸太长，他是我的。两人针锋相对，眸子里充斥着敌意。周碧阳冷哼一声，看沈延青你能不能守得住了，潇洒离开。我揉着太阳穴，碰上的这两个人真难对付。你屡次失信，我在考虑换个人。我抬眸看着沈延青，他面色不悦，语气有些哀怨。我双倍补偿，别换人。浓郁的薄荷香灌入后颈，通身清凉，身体温度也有下降的趋势。我以后不会了，相信我。沈延青怕我不相信，专门写了张证明，让我看得脸疼的一热。你跟周碧阳的关系不好，我看出来两人见面的时候带着不对付的样子。沈延青不紧不慢吃光周碧阳带来的水果，换成他自己准备的东西。以前关系一般，现在更不好了。挑拨离间似乎是我做的。沈延青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，碰到周碧阳。
两人一见面就相互掐架。周碧阳、沈延清，石玉不怎么喜欢你，我有机会，沈延清他也不喜欢你，看你有没有能力来抢了。他俩向来喜欢抢夺对方的东西，明争暗夺，并且乐此不疲。网球课，周碧阳作为体育委员，帮忙给笨手笨脚的同学纠正姿势。躲在角落处偷懒的我，看见他笑着朝我走过来。石同学，偷懒可不行哦，要加强锻炼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他更加肆无忌惮，凑在我耳边喷着热气。沈延清没在，我嘲讽一笑，抬腿踹他一脚，隔开两人距离。周碧阳舔了下嘴角，毫不在意，腰打直，腿屈膝，握好手柄部。他贪婪的嗅着我脖颈处，橙香味愈发浓郁，手指沿着锁骨处摸索。你身上香水味好重啊！虽是这样说，却没有一点抱怨，反而是心旷神怡。他越发喜悦，他身上的烈酒味、信息素愈发粘稠，我自觉渴望从体内脱离出。橙香与烈酒纠缠在一起，不久前才压下去的发情期又被挑起。我脸颊、耳际、手背染上红晕，帮我！忍受不住，不得不向周碧阳求助。周碧阳解开外套，盖住我的头，护着我往外走。借着换体育用具的名头，我和他躲到器材室。怎么帮你？周碧阳压着声音，手不安分的拽着我的衣服，试图撕破。等等，别撕破！我拉着他的手握到后颈的腺体处，触手可及便是柔软的肌肤，光滑微凸于表面。轻点摇，我叮嘱。周碧阳狭长的眼眸微眯，缓慢又轻柔，似乎想让我好过些，但殊不知我更难受了。我没有计较，等身体的反应消退，就迅速推开周碧阳，拉拢衣服。够了！于是周碧阳开始紧跟着我不放，恨不得吃饭也缠在一起。我处处躲着他。食堂吃饭时，他赶走我对面的同学，大咧咧坐在我对面，餐盘筷子勺子敲得叮当响，恨不得餐厅里同学的目光都转移到他身上。周碧阳，你别吃这些没营养的，你吃我的！说着夺过我的餐盘，把他的餐盘移到我面前，蔬菜、肉类、水果一应俱全。我盘里只有一份单调的素面。还给我！我拒绝他的好意。周碧阳嘴拙，说不出甜话，生硬的说：“你多吃些饭，太瘦手感不好。”嗡嗡嗡，几条信息接踵而来。沈延清，你高数作业做错了，老师要求重做。沈延清，你快点，留给你的时间只有2小时。沈延清，宿舍等你。我急匆匆站起，我先走了。周碧阳拽着我衣袖，你饭还没吃呢。本来我对这儿的知识就一知半解，马上我的专业课就要面临挂科的危险，严重些毕业证都拿不到。秉承对知识的敬畏，其他事情抛到一边。想到这儿，我怒火攻心，你烦不烦啊？我不吃。周碧阳木愣的坐在椅子上，看着我离开。完蛋了，石鱼嫌弃我了。我要去找好哥们商量下追人的技巧。我喘着粗气爬上6楼。我的作业呢？我张望书桌。沈延清敲打着电脑，这儿错的地方我帮你圈起来了，你改一改就好。我拿了根笔，抵着腮帮子，眼睛要把作业本戳出一个洞。这仿佛就是天书。沈延清，你不会？我努力地点点头，目光期待。沈延清转换了话题，你刚才跟周碧阳在一起？我瑟缩一下，他眼神毒辣。餐厅碰了面。沈延清冷笑，不止，我闻到你身上有他的味道，他能闻到信息素的味道。我细嗅只闻到清淡的橘香味，上次的临时标记不深，几乎闻不见。什么味道？沈延清，能熏入味的臭味。他拧着鼻子，似乎对这股味道难以忍受。我商量，我去洗个澡。你帮我改作业。沈延清才挥挥手让我去，他拿起我的作业本，淋浴头哗啦作响。我把自己洗得很干净，这下他挑不出什么毛病吧。我擦着湿漉的头发，围着浴巾翻开作业本，已经改好了。沈延清也帮我上传好了。我歇了一口气，所以我特意回来的目的是突出沈延清的聪明才智吗？沈延清扶了下银丝眼镜，拇指触摸着我的腺体，
上面隐隐约约还能看见个牙印。谁咬的？我暗料糟糕，装作无所谓。周碧阳咬的呀，你没空，我只好另找人代劳。他总是很忙，消息回复都不一定及时，更何况我这种突发情况。沈延青眼眸猩红，我会腾出来时间。我耸耸肩，无论谁，只要能压抑住我的发情期就好。这也是我最初找他们的目的。沈延青发了狠，要覆盖掉之前的标记，咬得很深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。沈延青，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关系？我沉默良久，互相帮助。沈延青气笑了，按着我的肩膀压到墙壁上，这种利用关系，他吻得我喘不上气，手脚并用，试图推开他。真正松开的时候，浑身松软，瘫到他肩膀处。沈延青耳垂红的滴血，你没看出来我喜欢你吗？我愣住，跟我想象的截然相反。我以为他会恼怒，我破坏了他们兄弟二人的感情，是个闯祸精。现在没办法回答，我选择逃避。我是孤儿，周末会回到孤儿院帮忙。不同于往日，这次孤儿院气氛压抑，孩子们脸上闷闷不乐。小女孩扑到我怀里，哭着说她又要没有家了。院长拄着拐杖，颤颤巍巍走来，神色忧愁。小石，这个孤儿院要被拆了建成商场，要我们快点挪地方。我知道这个地方是老建筑，凝聚着院长婆婆半生的心血与钱财。现在物价飙涨，再找这样一处地方怕是不太可能。我也感到一阵寒心，这群孩子该何去何从？我还是鼓舞他们振作起来，帮忙把卫生、晚饭都做好，招呼小朋友们吃饭。外面突然传来嘈杂的声响，几位蓄着胡须的壮汉扛着铁锹堵在孤儿院门口。里面的人快点出来，拆迁队来拆房子了！他们不耐地喊着，手上没有半点体力，开始砸墙。等等，我喊住他们，能不能再缓几天？他们讥讽，几天是几天？给的时间够久了，赶紧出来！我皱着眉给周碧阳和沈延青打了电话，他们的家世显赫，应该能管得了这种强拆的事情。沈延青，我们可以答应，作为交换你也要答应我们一个条件。我坦率说，好，什么条件都可以。他们赶过来的时候，好几辆车过来，其中有个经理模样的跟拆迁队交涉，不一会儿他们就都离开了。我手上拎着木棍，护着身后的小朋友们。沈延青和周碧阳手上都提着很多东西，例如牛奶、面包。沈延青，小朋友们没被吓到吧？我们买了些吃的用的，捐给孤儿院。周碧阳，拆迁队是我安排人交涉的，他们似乎在向我邀功。我替婆婆谢谢你们的好意，婆婆仍在忧愁往后孤儿院的去处，帮得了一时，帮不了一世。周碧阳大大咧咧，率先说，这儿的土地被我家买下来了，准备把孤儿院翻修一遍，让孩子们过得更好，其他什么的不用担心。沈延青，您给了孩子们遮风挡雨的家，我们怎会寒了您的心？婆婆笑容绽开，擦了擦眼角的泪。这一幕很熟悉，我不止经历过一次。临走时候，我叫住他们，我要答应的条件是什么？他们对视一笑，我们因为你打过架，得到的结果是谁都不想放手，所以我们想和你去旅游一次散散心。我扑哧一笑，好啊，自驾游去山里玩。云来山更佳，云去山如画。山路陡峭，沈延青和周碧阳轮流开车。我摸着手腕，感受着脉搏。我以为你们会因为我决裂，更严重的，有一方会被弄死。这是我最终的目的。我来到这儿，也绝非为了谈情说爱。距离我离开的时间仅剩10天。沈延青目不斜视盯着路，你的想法没错，只不过我们妥协了。周碧阳转过头，因为我们都喜欢你，我们想，小鱼也不想让其中一个没了吧？不，我很想。山上氧气稀薄，我呼吸困难，带来的氧气管都被我用光了。他们很自责，周碧阳出去买氧气瓶，沈延青陪在我身边。他们两个分工明确，早就商量好事的。缺氧导致没力气，连穿衣脱衣都是他们帮着的。尽管如此，他们还不愿意松口，
非要我答应跟他们在一起。我绝口不提此事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。路过的酒店前台夸我们3个是互帮互助的兄弟3个，连平常夫妻都做不到这么细致。我们在山里待了1周，最后那天我情况好转，他们非要带上我赏月。夜晚的繁星闪烁，我躺在草地上询问：你们到底喜欢我什么呀？周碧阳先回答：喜欢你的每一点。沈延清接着说：喜欢是言不由衷，情难自禁。我心慌的跳动，就算我虚伪、狡诈、痴心妄想，是个骗子，你们也喜欢我？当然，当然。2道相同的话语响起。沈延清捧着我的脑袋：正是我，你不需要贬低自己，你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。那一刻，我终于开始接受他们的和被我压抑的情感。回去的路上，车晃得我头晕恶心，小雨淅沥，前方感觉不太对。轰隆！周碧阳护着我的脑袋，把我压在身下。从山上滚落的巨石砸中我们的车辆，视线所及之处是沾着灰尘的血迹。我艰难挪动手脚，摇了摇周碧阳，没有动弹，只有微弱的鼻息。察觉到他腿部有血，我急忙妥善固定住他的伤口。沈延清的伤势更加严重，我不得不迅速处理。救护车赶过来的时候，我才敢闭上强撑着的眼睛。医院，我头上裹着纱布，叫出换药的医生。另外2个人呢？医生不紧不慢帮我换药，在对面房间。你跟我一起去吧，我也要去那边换药。我一痛一拐推开门，2人都醒着躺在床上不能动。医生打趣：小石同学包扎技术非常老练啊，很到位，要不然周同学的腿恐怕保不住了。2人目光寸步不离我。基本常识而已，我打马虎眼。这可不是，你的手法相当专业啊。沈同学脑袋上止血处理的非常好，手术结打的不是1、2天就能学会的。医生继续揭穿我。沈延清和周碧阳看我的目光变为打量探究。我手攥成拳，真想给医生2下。医生换药离开后，手背扶过我的手，塞了张纸条。我眼皮一跳，收在口袋里。你们还好吗？沈延清：挺好的。周碧阳：挺好的。沈延清吻着我的手心，密密麻麻，弄得我很痒。谢谢石医生救了我们，我僵在原地。他们2人朝我挤了挤眼，一副全然知道的样子。我慌张逃离，逃回自己的病房，谨慎锁上门，靠着门，身子下滑，打开那张纸条。上面赫然写着：该醒过来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瓶盖，掏出栗红色的药，吞了下去。很遗憾，治疗失败了。再次醒来时，身处在充满科技化的病房。我脱掉病原服，换上白大褂。我叫石瑜，是名精神科医生，在私人医院上班。这所私人医院所属于周氏集团，周岩是执行总裁。周岩也是我这次治疗的病人，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。我已经接手他，治疗了3年，效果甚微。目前，医院引进一款高科技虚拟治疗技术，采用沉浸式体验的方式，通过2种人格相互厮杀的方式，胜利的一方获得身体的所属权。不过，技术还在临床试验的第3阶段，冒险给病人使用，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。但是，前段时间周岩遭遇车祸，昏迷不醒。我受周家父母的吩咐，尝试采用该技术进行治疗。我端着咖啡，怅惘地看着窗外的景色，这比虚拟世界更真实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李医生。慈眉善目的李医生跟虚拟世界的医生一模一样，也是他提醒我不要过度沉迷其中。小石啊，你看管的周岩醒了，他再次提醒我。咖啡杯页面摇晃，我心乱一拍，飞快往病房跑去。根据说明，病人不会记得虚拟世界里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勾引周岩2个人格的事情应该不会被发现。我站在门前整理自己着装，步态沉稳，拿着病历本进去。周岩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浓烈的 alpha 信息素充满整个房间，是薄荷酒香味，
他还来得及控制自己的信息素外溢。我装作自然的走近，打开评估表勾画。周岩长得跟沈延清、周碧阳很像，结合两人的长处，更显得俊美非凡。周岩声音沙哑：“石医生，我的病没治好，我停顿住，很抱歉，临床治疗没能成功，下阶段接着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。你想起来什么了吗？”周岩摇摇头，手指按着太阳穴，似乎头痛。我伸手帮忙按摩 ，Alpha 信息素如藤索缠上我，勒紧，摆弄毛绒玩具一样。我的腺体因熟悉的信息素味道而活跃，透过抑制贴一点点往外冒。好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我慌张离开，周岩趁机拽着我的白大褂，我扯开，头也不回，不敢再回头看那人的目光。我躲在拐角处，平息自己的信息素波动，吩咐护士站送去抑制剂给周岩的病房。透过狭窄病房门上的玻璃窗，我能看到里面的场景。周家父母心疼孩子，急匆匆赶过来，与此同行的还有他的未婚妻于葵。于葵穿着修身的裙，面露担忧，时不时帮周岩说两句话。我叹了口气，他们才是一家人，我只是暗恋周岩多年未果的可怜人。我在考虑换医生，周岩手放在桌上，虽是考虑的话，却没人能打消掉他的念头。好，我导师能力很强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帮你联系。我抠着手指甲，想尽我所能帮他。他却说不必，然后我们再没交集。从别人口中得知他出国治病去了，疾病折磨他多年，严重时影响他的工作生活。之前他不怎么愿意配合治疗，忌讳问诊，现在能主动接受治疗也是好事，我应该为他感到庆幸。网上传言周氏集团总裁为爱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。于家大小姐于葵与周岩订婚的时间在今年年底，怪不得他要主动去看病。为他人幸福而感动的同时，我泛起一阵酸意。周岩离开的第一个月，引进的虚拟治疗技术有了新突破，也查出不少漏洞，其中包括记忆重现，是指虽然病人会遗忘在虚拟世界中的记忆，但是在1周后会逐渐恢复记忆，直到记忆完全重现，也属于机体自我保护的一种防御机制。周岩换医生的时间也在1周后，我坐立不安，他一定觉得这个医生人品有问题，才会选择更换医生。好端端的，干嘛要离职？对啊，医院福利这么好，你这样的学历，现在想再进来都不好进。好心的医生护士轮番劝我打消念头，我不行，我只想躲得远远的。对不起各位，我有些累，医院工作有些吃不消。也是，毕竟你是 Omega， 身体素质差一些。石鱼，你自己考虑清楚吧。我颔首，谢过他们，同事彼此之间都帮过不少忙。没听到茶水间，他们还在议论我。石医生之前出了名地拼，白班倒夜班连轴转，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八卦议论声太多，连在国外看病的周岩也听到了。回孤儿院的时候，院长婆婆带着白净的小孩子们围着我转圈圈。孤儿院的房子修建得干净漂亮，原本这里要跟虚拟世界中的一样，被拆除建成商场。当时我还是个勉强生活的医学生，掏不出钱来帮婆婆，是周岩来帮忙，把这块地买下，修缮成如今的模样。他仿佛是救世主，却对外界提不起兴致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一点点靠近他的生活，试图了解他，报答他，或许对他来说这微不足道的善意。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？我抱着孩子逗他们乐，顺便讲解一番生理科普小知识。信息素匹配度高的双方更容易陷入爱情的漩涡中，大家碰到真喜欢的人要好好对待哦。小朋友们异口同声回答好。有个突兀的声音响起，石老师，我那么大个老婆丢了，你帮我找一找。出乎意外，周岩居然出现了，说的话让我震惊。小朋友的手抓住我的裤子，老师，他好可怜啊，老婆都没了，你帮帮他吧。小姑娘声音婉转，冲我撒着娇。小男孩拍着胸膛跟周岩担保，说着他的石老师非常厉害，一定能帮到他。
我有些不知所措。你来做什么？周岩推着我往空旷的院子走。石医生，我病情稳定，当然是回来追老婆了。他言笑晏晏，似乎没怎么生气。我稳了声音，周总，据我所知，您的未婚妻于葵小姐还在等着和你结婚。周岩贴在我的外衫上嗅了嗅，我只喜欢菊香味，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。而且于葵跟我是商业合作，他另有喜欢的人，这是我们签的协议书。我频频后退。为什么？周岩，我要来追老婆，当然要洁身自好。周岩，男朋友要带球跑了，我怎么能不回来？我不能理解。头脑风暴，下意识捂住小腹。你在说什么？现在我能确信周岩想起虚拟世界里的事情，这让本来难解释的事情更加复杂。周岩按压着我的肩膀，目光期待。石鱼，我喜欢你。他眼眸深邃如潭，能把我眼底的欲望看透。话太烫，弄得我舌头疼，也没说出来。周岩是个正经生意人，平日冷静沉稳，如今递给我一份结婚协议书。我忍无可忍翻了两下。周先生，我们不合适。周岩疑惑，哪里不合适？他亲自拟定的协议书，里面协议处处为对方考虑。我低下头颅，我没怀孕，也不需要你的同情，我慌不择路就要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难以想象这些事情的真实性，我只会觉得周岩在可怜我，同情我。飞机轰鸣声在我耳边作响，我提着行李要远走高飞，至少先躲一阵子再说之后的事情。等等，石鱼！周岩快跑过来，西装有些皱，发型也凌乱很多。飞机提示音在催促。周岩掐住我的腰，下颌靠在我肩上，求你别走，我到底心软了。我的每个人格都在说爱你。那一刻，我听到心脏乱跳的响声，血液迸入。被他带着离开的时候，我脑袋空白。婚礼那天，我导师也来了。周岩缓缓走来，单膝下跪，戒指带入我的手指。这一切都像梦一样。新婚夜当晚，我忐忑坐在新婚床上。周岩的薄荷酒香外溢，大量吸入也让我有点醉酒。周岩看着我迷离的眼神，不顾我的求饶，腺体被灌入浓郁的酒香味，香味醇厚，一喝就醉。直到我哭着求饶的时候，他却说着还不够。周岩，你太过分了，我有些生气。周岩眉毛上挑，石鱼，在我面前你还提别的男人，未免太过分些。咯喷一声，我狐疑，你是？周岩更卖力，弄得我腰痛。我是周碧阳，完蛋，他的精神分裂症还没有治好。我只好耐心哄着，忍耐着他生气而多加的次数。我精疲力尽，够了吧，周碧阳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发脾气了。没想到周岩停止，声音沙哑，你喊我什么？不会又换人了吧？听语气，我就知道眼前的人换成了沈延青。我不得不再次哄着。周岩在国外到底治的效果是什么样？第二天，我拖着他去找我导师去了。治病路漫漫，我还要更加努力。倒是周岩乐在其中，他别是骗我上床，装的吧？